欢迎来到中文学习频道 Mandarin Go。今天要讲的是《西游记》，中国四大名著之一。我会用简单的词汇带你遨游中国小说的世界，希望你会喜欢。《西游记》第二回，悟彻菩提真妙理，断魔归本合元神。2之一，孙悟空拜师学艺。孙悟空有了名字之后，非常高兴。他向老师菩提祖师行礼，说谢谢。祖师叫其他学生带孙悟空去门外，教他一些生活上的事，比如打扫、说话、进退、礼貌等等。大家一起出去。悟空向大家行礼，然后安排好自己的床位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和大家一起学习说话、礼貌、读经书、写字、烧香。他每天都这样学习。休息的时候，他会扫地、种花、种树、找柴火、挑水，什么事他都会做。他在山里不知不觉就住了6、7年。有一天，祖师坐在高台上，叫大家来听他讲道理。祖师说的话非常精彩，天上好像有花在飞，地上好像有金莲花。他讲佛教、道教、儒家等的道理，大家听得非常开心。孙悟空也在下面听，他听得非常高兴，不小心手舞足蹈，跳来跳去。祖师看到后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乱跳，不听我说话？”悟空说：“老师，我不是不听，我听到好听的地方太开心了，所以不小心跳了起来，请老师原谅我。”祖师听了之后没有生气，反而问他来这里多久了。孙悟空说他不太记得，只记得自己去山后吃桃子，吃了7次饱。他每次去打柴时都会吃1次。祖师说那座山叫烂桃山，既然吃了7次，应该就是7年了。然后祖师问他想学什么道。悟空说：“只要老师愿意教，我都想学。”2之二，长生不老道。祖师听完孙悟空的话，就说：“修道有很多种方法，一共有360种。你想学哪一种呢？”悟空说：“我不懂哪种好，请老师帮我选，我会好好学。”祖师说：“我可以教你术的道，你想学吗？”悟空问：“什么是术的道？”祖师说：“术的道是请神、问卜、看吉凶的法术。”悟空问：“可以长生不老吗？”祖师摇头说：“不能。”悟空说：“那我不学。”祖师又说：“我教你留的道，怎么样？”悟空问：“什么是留的道？”祖师说：“这是读书人、和尚、道士、医生学的。他们念经、打坐、拜神，也有看病、算命的。”悟空又问：“可以长生吗？”祖师笑说：“像在墙里放一根柱子，虽然看起来稳，但房子倒了，它还是会坏。”悟空说：“这样也不长久，我也不学。”祖师又说：“那我教你静的道吧。”悟空问：“什么是静的道？”祖师说：“这是打坐、吃素、练气，不说话，不吃饭，只是喝水，或站着睡觉。”悟空问：“能长生不老吗？”祖师说：“像做砖头的泥巴，还没烧过，一下雨就坏了。”悟空听了笑说：“老师又开玩笑了，我也不学。”祖师又说：“那你学动的道吧。”悟空问：“动的道是什么？”祖师说：“这是炼丹，用火，用药，也有人用奇怪的方法来养身体。”悟空又问：“能长生吗？”祖师说：“这就像在水里抓月亮，看得到但抓不到。”悟空说：“也不学，也不学。”祖师这时很生气，大叫一声，从台上跳下来，拿着戒尺，指着悟空说：“
你什么都不学，那你到底想怎样？”他走过来，打了悟空头3下，转身走进后门，关上门，什么也没说。大家都吓到了，很生气地说：“你这猴子真没礼貌！老师要教你，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学，还顶嘴？”大家都讨厌他。可是悟空不生气，只是笑一笑。他心里已经知道老师的意思，3下是叫他3更来找老师，关门是叫他从后门来。这些是老师偷偷教他的方法。2之3，半夜3更学真本事。那天晚上，孙悟空和大家一起睡。他没有真的睡着，只是闭上眼睛。他心里想着祖师白天打他3下的事。他知道那是要他半夜来找师父学道。山里没有钟声，也没有人叫时间。悟空自己用呼吸来算。他慢慢的数，一直等到3更天。他轻轻起来，穿好衣服，走到外面。天上有月亮，天气很冷，四周很安静，只有水的声音。他走到后门，看到门是开的。他小声说：“师父真的等我。”悟空走进去，走到祖师的床前，跪下来，不说话。祖师没多久就醒了。他坐起来，嘴里念着：“修道很难，不可以随便学，没有好老师，是学不会的。”悟空说：“师父，我来了。我已经跪在这里很久了。”祖师看见是悟空，很高兴，但还是大声说：“你这猴子，半夜来做什么？”悟空说：“师父您白天说过，要我半夜从后门来。弟子不敢忘记，所以来了。”祖师笑了。他心想，这猴子真的很聪明，听懂我说的话。他说：“这里没有别人，只有你一人。我就叫你长生不老的方法吧。”悟空说：“谢谢师父，我一定不会忘记您。”他跪下，耳朵听得很认真。祖师说：“要长生不老，你要保护好你的身体，不要乱用力，不要太生气，也不要太爱吃东西。心要轻，身体要静，这样你就可以越来越强，越来越长寿。”悟空一边听一边记。他听完之后，跪下来谢谢祖师，然后走出后门。天快亮了，他回到房间，轻轻地打开门，回到床上。他摇一摇床，说：“天亮了，快起来。”大家还在睡，没有人知道悟空学到了真本事。2之4，筋斗云和72变。又过了3年，祖师坐在台上，叫大家来听他说话。他说了很多道理，讲到一半，忽然问：“悟空在哪里？”孙悟空走出来，跪在祖师前面说：“弟子在这里。”祖师问：“你这些日子学了什么？”悟空说：“我现在懂得很多，身体也越来越好。”祖师说：“你学得不错，但你还要小心3个灾难。这3灾会让你死去。”悟空听了很害怕，问：“我学了道法，怎么还会有灾难？”祖师说：“因为你的道法太大，天地会生气。500年后会有雷打你，再500年有火从身体里烧你，又500年有风从头上吹进来，把你的身体吹散。你如果能避开，就可以长生；如果避不开，就会死。”悟空听了，马上跪下说：“师父，请您教我怎么避开3灾。”祖师说：“好吧，我教你一种叫地煞变化的法术。你可以学会72种变化，可以变成很多东西。”悟空高兴地说：“我想学。”祖师走到他身边，小声地教他口诀。悟空聪明，很快就学会了。他天天练习，不久就能变很多东西。有一天，
祖师问他：“你会飞了吗？”悟空说：“我可以飞了。”他一跳，翻一个跟头，飞上云，飞了一小段，然后回到祖师面前。祖师笑说：“你这不叫腾云，只是爬云。真的神仙，一天能飞4个海那么远。”悟空说：“那很难。”祖师笑着说：“世上没有难事，只怕你不学。”悟空跪下来说：“请师父教我更快的飞法。”祖师说：“好，我教你筋斗云。只要你念口诀，跳起来，一个筋斗就可以飞108000里。”悟空高兴极了，晚上回去自己练习，真的会了。他从此可以飞得又高又快，心里非常开心。2之5，孙悟空被赶出山门。过了几天，山里天气很好，祖师和大家在松树下休息，说话。这时，有人问悟空：“你学会变化了吗？可以让我们看看吗？”悟空笑着说：“我学会了，你们说要我变什么吧？”大家说：“你就变一棵松树吧。”悟空念口诀，小声说话，身体一动，就变成了一棵高大的松树。那棵树真的很像真的，有叶子，有树枝，一点也不像猴子。大家拍手大笑，说：“好猴子，好猴子！”大家笑得太大声，把祖师吵醒了。祖师拿着拐杖走出来，生气地问：“谁在这里大叫？”大家马上安静下来，站好行礼。悟空也变回来，站到队伍中。祖师问：“你们在做什么？”大家回答：“师父，我们请悟空表演变化，他真的变成了一棵松树，我们太开心了，所以大声说话，打扰了您，请原谅。”祖师听了，很生气，对悟空说：“悟空，你变这些东西是为了修道，不是为了表演。你要记住，如果别人看到你会变化，他们会想学，你教他们还好，不教，他们就会恨你，打你，你会有危险。”悟空听了，马上跪下说：“师父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这样。”祖师说：“我不罚你，但你不能再留在这里了。”悟空听了很难过，眼泪一直掉下来。他问：“师父，我要去哪里？”祖师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，就回哪里去。”悟空想了想说：“我从东胜神州花果山来的。”祖师说：“那你就回去吧。你走了，我就不用怕被你连累了。”悟空说：“师父，我离家已经20年了，我还没报答您的恩情，不想离开您啊。”祖师冷冷地说：“你走吧，不要说是我教你的。你如果说出去，我会知道，到时候就把你打进地狱，永远不能回来。”悟空只好跪拜说：“弟子记住了，不会说出师父的名字，只说是我自己学的。”说完，他飞起来，跳上筋斗云，转眼就回到花果山水帘洞。2之6，打败魔王救猴群。孙悟空一回到花果山，就听到猴子们的叫声。他走近一看，山上的花草树木都还在，小猴子们也还在。他大叫：“孩子们，我回来了！”很多大猴、小猴从山上、草里、石头后面跳出来。他们一边哭，一边跪下说：“大王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走了好久，我们每天都想你。最近有一个坏妖怪来了，他打我们，抢我们的东西，还要住在我们的洞里。”悟空听了非常生气，问：“那妖怪是谁？住在哪里？”一个老猴说：“他叫混世魔王，住在我们山的北边。他打了我们，抓了很多小猴子。我们打不过他，只好等大王回来。”悟空大声说：“你们不要怕，我马上去找他。”他跳上一朵云，飞去北边。没多久，
他看到一座高山，山上有一个山洞，洞口有几个小妖在玩。小妖一看到悟空，就跑进洞里，大叫：“不好了，有一个猴子来了！”混世魔王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小妖说：“有一个猴子，他说是水帘洞的大王，要找你报仇。”魔王说：“哈哈，我听过他，他就是那个去学法术的猴子吧？他现在来找我，好啊！”魔王穿好盔甲，拿起大刀，走出洞口。他大声问：“哪个是花果山的洞主？”悟空走上前，大声说：“就是我！你这个坏妖怪，为什么打我的孩子们？今天我要教训你！”魔王说：“你只是个小猴子，没有武器，怎么打我？”悟空笑说：“你不用看不起我，我一拳就打你。”说完，他就跳起来，对魔王一拳打去。魔王也丢下刀，用手来打。他们你一拳，我一脚，打来打去，非常激烈。悟空身体小，但动作快，打中了魔王好几下。魔王很生气，拿起大刀来砍。悟空不怕，他用一根毛变出几百个小猴，把魔王包围起来。小猴子们抓眼、拉鼻、扯脚、踢肚子，把魔王打得乱七八糟。悟空趁机抢走他的刀，一刀劈下，把魔王打败了。悟空带着大家进了洞，把坏妖怪全都赶走。原来魔王把花果山的东西也抢来了，什么10碗、10盆都有。悟空叫大家把东西搬回去，还把洞烧掉，不让坏人再住。悟空对那些被抓的小猴说：“我们回家吧。”小猴说：“我们不知道怎么回去，这里太远了。”悟空笑着说：“没问题，我会法术，我带你们回家。”他念了咒语，叫来一片云，把大家带回花果山。猴子们一下飞回家，都开心极了，大叫：“我们回来了！”2之7成为孙大王。孙悟空带着小猴子们回到花果山，山里的大猴小猴们都出来欢迎他。他们又跳又笑，又唱又叫，非常高兴。大家围着悟空说：“大王太厉害了！你学了法术，还打败了坏妖怪，把我们救回来，真是我们的好大王。”悟空也笑着说：“我这些年走了很多地方，学了很多本事。现在我学成回来，我们一家人再也不怕坏人了。”大家一起说：“大王万岁！我们要跟你一辈子。”悟空说：“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现在有名字了。我姓孙，法名叫悟空。”猴子们听了都很开心，大声说：“我们的王叫孙悟空，那我们都是孙家的小猴子，有2孙、3孙、小孙，一家都是孙，真好。”大家哈哈大笑，一起开大会。他们拿出椰子酒、葡萄酒，还有很多水果和点心，摆满10桌10椅，开心的吃喝。悟空坐在中间，大声说：“以后我来保护大家，我们一起住在这里，谁也不可以欺负我们。”小猴们说：“我们要听大王的话，要学本事，也要保护家。”大家一起举起果汁，说：“敬我们的孙大王，孙悟空。”这一天，山上有笑声，有歌声，有快乐的跳舞声。大家又吃又玩，非常热闹。悟空坐在那里，看着大家，心里非常开心。他想：我现在有名字，有家人，有法术，这里就是我的好地方。但这只是开始，未来还有更多故事要发生。到底孙悟空的命运会怎么样呢？我们下一回再说吧。今天的《西游记》就先讲到这里啦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有趣，别忘了订阅频道。你的支持不仅能帮助我们，还能让我们更有动力，继续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